哦。马跳石原本是那河里的马能进去，所以你的。我刚刚看到那个衣服在蛮好看的。看这一道菜，这个炝毛肚，这个是小炒牛肉，然后这个是茄子炒凉粉。好多的人儿
哎，谢谢。不客气。对。10号左右的，现在我们呢，现在准备先爬到上面。好的。看下面这些它叶子咬住了。哇！看看，哎呦，才这么多。是吧？来看看我的。那在这里晾一下，待会儿。的话，平时揉的手法是这样，把它放草，把它滚。我以前学的是日语和英语。哦，是吗？怎么想着过来？因为想回家，哦，因为我觉得我离爸妈近一点会比较安心，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我妹她也是只小我几岁，她要出来上大学了嘛，然后家里面就没有人。在这里普洱市的话，至少回家3个小时，开车就立马回去了。这边的话，云南家乡宝很多的，因为这边生活比较舒适、慢节奏、慵懒一些。你要说有竞争压力，其实也有，只是说这边的人可能就更佛系一点吧。其实像我们这边有的生活在农村的，他也不怎么焦虑，因为他可能每天去种点水果、蔬菜啊那些，他也能赚到钱。然后要吃的肉类啊都是自己家养的，而且比较绿色，蔬菜啊这些，街坊就是这些邻居啊，大家都是特别好相处的那种的嘛。但现在我们会发现，云南这边好多大学生可能会回家，就是助农的那种，很多地方都是山高路远的嘛。像我父母们那一代的话，就是以农业、畜牧业、养殖业为主了嘛。他们的话就是可能文化水平低一点，父母的话小学都没上过的那种，可能写他自己名字都会写错的那一种的话，他们更多的会把自己的这些心血啊这些东西是驻扎在他的这个农作物上面。比如说他种了玉米，到时候他又可以喂养这些牲畜，到时候牲畜长大，他又可以把它销售出去嘛。所以说他们觉得在这边生活是很舒服的，反而如果去到大城市，他们是不适应那边的，走不出去。其实有一部分人他是走不出去的，即使说他想走出去，他没有那个不识字，没有一点文化水平的话，其实很难在外面独立的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帮人，比较就是年轻化的带他们出去。拜拜。